你好，谢谢啊，请慢用。哎，谢谢。咋点这么多呀？这胃能吃得完吗？这是广东特色啊，你真没吃过？哎，这广东特色多了，我吃得过来吗？说实话，我在深圳待了7年，最好吃的还是咱东北菜。哎，不是，你快尝尝，它这个糕像冰淇淋一样，真的很好吃。吃吧你，吃完先别想走，我告诉你。哼，看去呢。不用啥看呀，艾特我的呀。王姐还挺热心的啊。这么热心，干嘛不私信发你啊？非发群里。有内情啊。没啥，我们这个组呢，最近走了一个高级投资经理。我跟王姐说好了要公平竞争，结果，嗨，你就甭管了你就知道，你现在呢就刚来，也是个新人啊，这行业呢什么都不知道，能力呢也就那样。但是吧，有总比没有强，他会去想拉拢你。那照你这意思，我这么重要的话，你怎么不拉拢我呀？你可拉倒吧我。咱俩这还说啥呢？我就请你吃饭。不过是在点。啊？想喝酒吗？整点吧。服务员，哎，酒单。哎，看一下这边，有什么特色推荐呢？我们店里有一款果味气泡酒，我个人特别喜欢，要不要尝尝？无也，酒立过来，梅子味儿，大不大？当。大。小翠儿，哎，2瓶梅子味气泡酒，1瓶就好。送杯雷的，多谢雷呀！客气啥呀？吃吧。谢谢啊。来。谢谢。好呀，唔緊要，請慢用。请慢用。哎，口感不错哎。走一个。走一个。听我妈说你在国外见义勇为来着，说说呗。见义勇为？哦，没有啊。你妈老跟我妈夸你，说你大1的时候见义勇为，被人打伤了，在医院住了1年。这都哪跟哪儿啊？我大1天天在外头晃悠，根本就没上几天课，我挂科留级了都。啊？芬儿姨还跟我妈说，你大4那年那哥们儿出狱了，过来报复你，又把你打了，导致你又在医院住了1年。不是我妈怎么回事啊？我看起来有那么弱鸡，总被打。这么扯的事儿你还能信？怎么不信啊？芬儿姨把你见义勇为的锦旗都晒朋友圈了。不是，班长，国外还兴锦旗呢。对啊。不是，那你没上学都干嘛去了？我停学了1年啊。那1年我边打工边赚钱，边出去旅游，去了很多地儿，也做了很多份工作。我给你数数啊。我给房东遛过狗，给老头老太太做过向导，我还去4S店做过销售，厉害吧？看不出来啊。不过听下来，还是芬姨那个见义勇为的版本更厉害一些。你这也没好好读书，你怎么毕业的？疯狂补呗。我毕业那年整天泡在图书馆里边，要不是这样，这头发还能再多1倍呢。你这晃荡了1年，又 gap 了1年，在 Nobic 只工作了1年，你是怎么进的蓝河呀？你不会是关系户吧？我倒是想，怎么可能啊？我虽然只工作了1年，可是我履历漂亮呀。我后来的时候还创过业，做过旅游的 app。哦，我还投资过一家公司。你还投过公司？你不刚进这个圈吗？刚进怎么了？语言事务所，听说过没有？啥？语言事务所。这家公司的一句话介绍是什么？一句话。这是一家专门为社畜提供平台、交流摸鱼方式的公司。OK， 听起来天花板也不高。他们的盈利模式是什么？市占率呢？他们的推广平台和渠道都有哪些？他们的营销占总营收的比例大概是几个点？最关键的是，你为什么要投他呀？哎呦，我没有什么逻辑准则，本来也不是什么正经投资，开公司的是我兄弟，铁磁的那种，我就把钱都给他了。这也太草率了，这不太专业。
不过你确实也是我见过最天使的天使投资人了。哎，等一下。哎，不行了，我要拉，我肚子不舒服。你这在那儿搁那真半天了。你不早说。对不起。回来了，这我该走了，再不走就赶不上。箱子我都给你收拾好了啊！啊，那个我可能去不了了，对不起。我后天去行吗？后天我还能多待一天，陪叔叔好好说说话，还可以陪陪小卷儿。我后天一结束就过去啊。我工作吧。那你到了发微信。我也想跟你说，但是你不是接电话，就是在忙工作，每天有各种各样的急事儿，我还说什么呀？徐英听说你跟兰要牵连名款，正不惜一切代价要阻止这件事情。别挑了，咱们还有3瓶呢，怎么也得3个点才能走得了呀。这都怪你没这个胃，还非得吃什么生腌海鲜，哎，一个人吃那么多。不是，这跟吃多吃少有什么关系啊？那你吃的倒是少了，那不也拉了吗？那你坐呀。我这上吐下泻的，我太难受了。下次再说吧，这次不走了。你知道明天合伙人也在啊，新消费组的同事全都在那儿，大家都有 PPT，就你没有，不尴尬呀？哎呀，行，我做。可是我得想想我做个啥呀？别睡了，赶紧写点吧。我没睡啊，我都已经做好第2页 PPT 了，没睡。你这是刚回来还是准备出门啊？刚回来还要出去，一会儿有个很重要的汇报。哎呀，你这样你先睡会儿，我给你点外卖。别，什么都吃不了了。啊？
哎呦，小吴，昨天晚上到的那个抗生素你清理过了吧？放心，都清点过了。好嘞。早啊，张医生。哎，早。不嘛。值班表我已经更新过了，剩下小可爱木厕所就交给你啦。好的，放心吧。早呀，钱医生。早啊，小丁啊。啊。我给你介绍那个相亲对象啊，说加你微信，你没理他。那个，我觉得不太合适。都还没聊过，没见过，怎么就不合适了呢？上次那个律师，你也是没聊2天就说不合适。那个我聊了。但我跟他怎么聊，他都能挑毛病，还说我幼稚，什么，啊，逻辑混乱。那这次这个呢？为啥连微信都不通过了呢？这个，啊，我不喜欢他的头像。头像？头像怎么了？他的头像是碗牛肉面。哎呀，主要吧，他把那碗牛肉面拍的没构图、没角度。那这又说明什么？说明他审美不在线啊！你这个单身，院长早。早啊，院长早。哎，老钱，又给人当月老呢？一天天净给人乱牵线，牵第几个了？这么多啊？哪有那么多？我的呢？哎，是，你缺啊，我还等你给我介绍。哎，老钱，我正经的，我。老钱。啊，对了，小丁，我之前跟你说那个朱医生啊，可能晚些天到。怎么了？我帮他办公室准备好了。医院刚装修完，他说有甲醛，等散完味儿再来。趁朱医生还没到，你把他诊室再布置一下。哦，好。啊，对，他喜欢百叶窗，安一个。行，我记住了。绅士院长，八卦钱医生，怂包的我。好吧，从真实的生活开始取材吧。霸道院长，俏医生。不好。我和你的宠医时光。我发现，只有让 Z 世代产生身份认同，收获新消费体验，才能成功建立占据增量市场的新品牌，才能形成一个独特品牌文化圈的文化。凡是能够形成独特品牌圈的品牌，那作为投资人都应该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。别管我了，你赶紧做 PPT 吧，来不及了，一会儿。怎么来不及？反正我是最后一个。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，谢谢大家。咱们公司的骨干还是很有实力的。确实。在蓝河年头有点长了，所以工作模式难免会有一些固化。现在呢，我就把重点放到年轻人的喜好，看看他们的价值观，然后也希望能在新消费领域做出一些成绩。赞的赞的。我记得 Uni 好像才30吧，还很年轻啊，我们都很看好你。继续努力。那下一位，好。对了。加油！大家好，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看法。新消费，核心是用户，用户会产生新需求，于是就有了新的品牌，继而有了一个新的市场。那么新消费时代，最终比拼的是什么呢？我们可以看一下，这个是为用户创造独一无二的价值，然后
我们真正的竞争对手其实不是其他的投资企业，而是不断变化的用户需求。只要用户有需求，我们就有接连不断。啊，你刚才说是满足用户不断的需求，这一点可以展开说一下吗？OK。不好意思，您是说那个用户需求展开一下？满足用户需求。什么？可以再说一遍吗？你是不是不舒服？昨天有点病了，不好意思啊。那你赶快坐下，休息一下。没事儿，我可以讲完。我们看一下你的 PPT。不好意思大家，不好意思。你还好吗？没事。我是不是讲的一塌糊涂？反正你生病了嘛，老板肯定能理解你的。小了。没事，还有你。不是你怎么瞧不起人呢？还有谁？哎，还有我。大家上午好，我是新来的齐颂。昨天 Chris 带我来的时候 Q 到我说我也要分享一下，我自己回去想了想，最终决定跟大家分享的课题是新消费主义的困局。我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课题呢？现在很多品牌对于营销额、销售额的这个措辞呢，已经变成了正在缓慢增长。他们都提到了一个共同问题，就是过度的把注意力集中在品牌营销的策略上，而忽略了一个品牌核心的竞争力，其实就应该是产品本身。什么样的产品能够称之为好的产品呢？我个人认为，一个好的产品，它最需要具备的核心条件，就是它能够和消费者贴心。齐颂，今天表现得不错，继续保持。哪里，谦虚了，这可不像年轻人啊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哪里表现得好，您展开来夸一夸呗。好，那首先夸夸我自己啊，眼光好，把你从头给刮过来，然后后面再手续一下。你那同学可是挺厉害的，高级投资经理的竞争恐怕又要多一个人选了。不至于吧？他再怎么有能力，也毕竟是个新人，不至于一来就升高级的投资经理吧？只要能力强，就算提拔投资总监也不是没可能的。你别忘了 ，Alex 晋升合伙人的时候也才只有28岁，说不定他想找一个跟自己一样有能力、有潜力的人当接班人呢，是不是？好好休息。张总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可以出发了。哦，好，你去提醒梁爽把那个蓝的方案拿着。爽姐一早就发给我了，我已经打印好了，我给爽姐发信息了，直接那边公司见。哦，走。优秀，叔叔进去了。不是，你来干嘛呀？你来了，你工作怎么办呀？管他呢，你更重要。爽姐，这也太突然了，怎么说走就走啊？可惜他没来，不然就能看到我们花那么多钱给他投了广告。你好，去17楼。麻烦登个记。还没开始谈吧？我想补充一点，给你发信息。谢谢。
不过好在他这个方案做的还不错，我们按着说应该没什么问题。我为什么要按照他说的做呢？哎，他是老板，我是老板啊。说不准全品类，哦，好，我忍了。我帮他找品牌做联名。老板做到我这份上没谁了吧？现在倒好，说不来就不来了，把我当什么？真是瞎了，我签了这么个恋爱脑。那咱们一会儿怎么谈？他有方案，我没有啊。行，只要来就行。正好我们几个重要的节目都在后面。行，那南总我们就明天见啦。拜拜。宝姐，你怎么才来啊？他们都开始排练了，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的。哦，对了，那个有几个特别重要的制片人会晚一点来，我打算把你节目往后放一放。你可得加油啊，这次你压轴。怎么了呀？宝姐，我有事要跟你说。解约？好的，那为什么说这个呀？有个电影邀请我去做男二，机会挺难得的，我不想错过。那你去啊，跟汇报演出又不冲突，为什么要解约啊？他们马上开机了，汇报演出我可能参加不了了。哦，时间的问题是吧？没事，我可以帮你去协调啊。我说得很明白了，我要解约。根本不是电影的问题，对吧？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公司没希望了呀？我们以前确实是没什么机会，但这次不一样了呀。这次我请了很多导演跟制片人，他们万一看上你了，不要说男二好了，男一号都是你的。而且我们公司现在还有那天吗？公司还能撑到那天吗？改场地，不请家长，取消晚餐，这不都说明这个公司已经撑不下去了吗？哎呀，这些事儿不用你操心，我有办法的。你就别硬撑了。特产真是你爸买的吗？公司的账上还有钱吗？这些都是可以解决的问题，而且咱们当时不是说好了吗？遇到什么困难都要一起面对，千万不能退缩。一起面对，还是一起等死？你说什么呢？现在这些都只是黎明前的黑暗啊！我们大家一起努力了这么长的时间，你怎么能说放弃就放弃呢？而且我们……宝姐，我已经决定好了。医生，我都快不认识你了。我们家才出事儿几天啊，你这么快就找好退路了？这就是我和你的区别。我能看清楚现实，你只会白日做梦。画画，你跟那个他们说，册子先别印了，让设计出个4人版的图吧。
Hello， 呼噜，我发你的大纲，你看了吗？哦，那个呀，我看了，是4个男医生都爱上了行政小妹妹的玛丽苏故事吗？嗯。那3个男主形象太扁平了。嗯。只有院长晋南比较立体。我呀，能看出来你对男主还是比较有感情的，但是我有点不懂，为什么院长会喜欢这个女生呢？女主怎么啦？女主她现在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行政，那她会做饭，还会手工，又会写网文，多好啊！我理解你对自己角色的偏爱，但是我看不出来他们之间能产生什么火花。我建议你可以保留男主，再给他配一个更好一点的女主。那我回头再改一改，修一修，再发给你看吧。行，拜拜，呼噜。狗哥，你怎么自己在这儿？哎呀！哎，回来了。你怎么不关门啊？狗哥都在外面啊，他万一丢了怎么办？啊，对不起，我刚没注意。没注意？你什么都不注意，门也不关，东西吃完也不收。那天马桶被你弄堵了，你都不知道。狗哥。咋了？妈妈人都打碎了。他没关门，狗狗都跑出去了，那要狗狗丢了怎么办呀？你知道你的猫每天到处乱跑，我一开门就跑到我床上，到处都是猫毛。现在把东西也打碎了，你知道这东西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吗？你看它都哭成什么样了，你能管管你的猫吗？那你能管管你同学吗？啊，吃完东西不收，那个马桶堵了也不通，只知道拿冰箱里的饮料，关哪也不知道放。冰箱里会自己长饮料吗？我每天跟在他屁股后面捡这个收拾那个，我还要给他放饮料，我又不是他保姆。哎，谁说他拿了？你拿了吗？拿了。说猫呢？说什么饮料？啊，好了，你拿别人饮料干啥呀？你不厉害吗？还钱！你这样的我一天见8个，怕你吗？你不报警吗？报警管用吗？好吗？好是吧？不找你找谁啊？你不厉害吗？报警！放心吧，都好着呢。哎，老板，你爸爸那边手术怎么样？顺利吗？手术非常成功，病理报告什么的都是很正常，可算是松了口气了。之前把我急坏了都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我给你打个电话呀，是有一个着急的事儿跟你说。您说。那个《世界》杂志啊，又出了一个
这是好事啊，让我去呗。所以啊，这不就给你打电话了吗？事儿啊，绝对是个好事儿，就是时间长，前后啊，差不多要1年时间。这么长时间呀？出片儿啊，你去的话呢，就尽快回来做个申请，下周就应该要出发了。优秀啊，上次北迁大项你就错过了，这次你可得好好考虑啊。得嘞，那我考虑考虑。成，那你考虑好了给我消息。嗯，好，老板再见。嗯，拜拜。小房东走了吗？走了，我听到他走我才敢出来的。这日子怎么过呀？他不3班倒吗？要是之后都是夜班就好。都怪我不该跟人家吵架，都怪我，前几天心情不好，不小心把架给吵大了。罪魁祸首就是那个齐颂，那发小啊？发什么小啊？我跟他中学3年说的话，还没咱俩一个晚上说的多呢。主要是我之前还把人当小弟，就没想到人家能力那么强，丢死人了！哎呀，你那小弟还好，你看看我那小弟直接就跑了，还有1个礼拜就要汇报演出了，我可咋办呀？哎，按理说，如果这个被子一盖，就世界末日，那该有多好呀！清醒一点。末什么日啊！我今儿还提报会呢，我得一雪前耻。你赶紧打起精神来吧，离了个小弟，地球就不转了。对，得转。那没了他，地球照样转。我已经找到人代替他了。还真删啊！你跟我有仇啊？排个练要这么大力气？我给你真实的刺激，你都演成这样。我要是假删，你得假成什么样？那你知不知道你还抢我台词了？你还把口水吐到我脸上了！你能不能别总在我面前影响观众视线了？我发现你们几个真有意思啊！你们没有一个反应是对的，你们到底会不会演戏？你会不会演戏？我去厕所。嗯。你们几个刚刚开始排练，有磕磕绊绊很正常，咱们还有时间可以慢慢磨合，行不行？有什么好磨合？他比音赏差远了。就是，宝姐，咱们这次汇报演出还办吗？我听说很多大牌嘉宾都来不了了。这些不用你们操心，你们只要好好排练就行了。确实有些负责人因为时间冲突没法来，不过我已经请了别的平台负责人，不用担心。可是我还是想跟音赏演戏，平时都是他带我们入戏，换其他人很难投入。你以后就只跟音赏拍戏是吧？行了啊，别胡搅蛮缠，好好排练。音赏，他不会再回来了。有的，我们这边有寄养服务。啊，我们最近刚开业，优惠还挺多的，您有时间可以过来看看。行，好，我们等您。我建议你保留男主，再给他配一个更好一点的女主。小丁，给我拿个订书器。啊。哎，院长，我能问你个问题吗？你说。你最欣赏我们医院的哪个女同事啊？你不会要当月老吧？不是，你别误会啊。哦，那个我们网上的简介得重新更新了，所以我得记一下。
张医生吧，医术高超，为人谦逊，也很有爱心。可是他比你大16岁，慈祥女医生和年下院长，不行不行 ，CP 感太弱。那个行政露露也不错，能记住每个小动物的名字，很了不起。我也考虑过，他虽然喜欢小动物，但是他社恐啊。想什么呢？没什么。哎，我觉得你也不错呀，你这工作方方面面安排得很细致。好了，说正事儿。那个朱医生不是马上要来了吗？我让你布置的办公室怎么样了？都布置好了，你要看看吗，院长？要好啊。噔噔噔噔。不错，该有的都有，挺细致。哎，这不行啊，这换成软皮的。朱医生腰不太好，坐硬椅子不舒服。这儿再给他加一个护眼灯，晨晨平时就爱在台灯下看书。晨晨，原来属于院长的女主角在这儿啊。哦，晨晨不喜欢花，给他换成仙人掌，他就像个仙人掌。仙人掌是在艰苦的环境下也能保持坚韧和理想。仙人掌还是独立女性的人设。哎，院长，你跟朱医生很熟吗？这么了解他？那当然，我们认识7年了。他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。最重要的人。哦，那你们怎么认识的？我们俩上大学就认识了，当时是同一个研究生导师。5年前的夏天，他在嘎松村考察。这个就是晨晨。当时啊，这地方突发狗瘟，晨晨一进村就被村民都包围了。当时这村民啊，特别害怕狗瘟蔓延，要把那狗全都杀了。晨晨就挡在村民面前，我告诉你们，狗瘟不会传人。哇，孤单女英雄。其中，这一条狗的主人就是画这幅画的小孩。那朱医生很勇敢啊！勇敢什么呀？他自己解决不了，给我打电话，我立马就飞了过去。最后啊，是我们俩一起把这个狗瘟解决的。英雄救美这情节也……我们还一起做饭呢。当时晨晨不会生火，把这屋子弄得全是烟。动作后来没办法，美食又浪漫，这也太适合写进我的故事了。干家务的确不行。像他这样的学霸，很少会报考动物医学。他是我见过为数不多真正热爱这行的人。传统内衣的没落，其实从一定程度上来讲，说明女性已经从越塌向越挤。关你什么事？哎，你提那什么呀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主张无钢圈舒适。我跟你讲，我这次提的采用纳米编织的新疆棉，既柔软又有弹性，不会是研究我的美貌吧？都不会觉得累，所以深受女性的喜爱。以上就是我提报的有关洛莎的全部内容，谢谢大家。很好，听得出来优你还是下了很大功夫的。下一位，艾玛。OK， 我这次提案的是蜜林果味气泡酒，因为它的口感非常独特，然后外形设计又很有个性，非常符合第3代消费时代的消费特点。我要讲的也是蜜林。哦，巧了，撞项目了。那就艾玛先阐述一下吧。OK。我当时找到这个品牌是在一次吃生腌海鲜的时候。
新一代年轻人普遍的消费习惯是，有70%的人是非常在意商品的保质期，75%的年轻人都很在意商品的成分，另外还有100%的年轻人都很在意它的包装质感。那么蜜林果味气泡酒的瓶子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非常的符合现在年轻人的审美习惯。 尤其是我们的女性消费者，她们都爱拿蜜林的气泡酒的瓶子来自拍呀，发在一些社交平台上。由此可见，蜜林果味气泡酒是有非常好的社交传播价值。随着这个他经济的崛起，我相信蜜林的将来一定会大有可为。谢谢大家。齐总，听听你的观点吧。好嘞。 我汇报的也是蜜林气泡酒，但是我的角度、我的思路跟小果有一些不太一样。我发现我国现在很多气泡酒依然是调配酒，口感要么偏甜，要么难入口，而蜜林却在这方面表现出了绝对的优势。它入口之后呢，有清香爽口、酸中带甜。我就去研究了一下，为什么它的口感区别于其他的气泡酒，发现他们家最畅销的这款梅子口味的气泡酒。 他们选取的梅子是刚刚新鲜采摘的原材料，所以口感能够保存得非常好。除了配方的优势，我还要强调一下线下策略。他们家的线下营销只占比了25%，所以我觉得在这儿有一个非常大的空间。如果我们加大力度投入线下营销，我觉得呢，刚好可以弥补气泡酒在线下门店一直缺席的一个空白。这就是我的报告。可是。 了解消费的人应该大家都知道，这铺线下渠道又烧钱，回报还特别不高。可像你刚才说的，我们只注重女性消费者的话，其实是把路子给走窄了的。我觉得这项目还没过会呢，怎么就有点卷起来的意思了呢？这样啊，优你继续推进你的内衣项目，你们2位呢，回去再整理一下思路，好好论证一下各自的观点，但是。 都要考虑一下对方的角度。下周2次提报，如果顺利过会了，再确定这个项目由你俩谁负责，好吧 ？OK， 那今天就这样吧，散会。哎，咱们组之前有提过一样的吗？没有，我也是第一次。那只能说咱们俩眼光都很好了。非常有缘。哎。好的，那我一会儿去健身房找他。 我一会儿得先回趟公司。明白，小浩，一会儿先送爽姐回公司。你知道刚才在飞机上的时候，你靠我肩膀上睡着了。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？我在想，通过叔父这次手术，暴露出我们之间存在一些问题。 当然啊，主要责任肯定是在我，所以我在飞机上做了个备忘录，给你看看。这儿，每周深度对话3次，每次15分钟以上，每天要互相分享至少3次啊，什么见闻呐、状态，包括吃的、喝的，心情什么样都可以分享。哦，结束一定要说我爱你。最重要的。 就是见面，每周至少3次。你看有什么？你再往上加点。这些都是你在飞机上弄的，不错吧？我这个爱情管理大法，这都是我多年卖货总结的经验。
张开揉碎的布料，你总逃不了谁的好，城市不断寻求，又不断怀疑自我。你说我们是一样的，在黑夜里生活，渴望被人经过。我说只要你疲惫了，会有我安心的坐在一旁陪你一场。不如我便带你去看海，向世界的